印度终于发飙了，没给特朗普留一点颜面，开始反击。不仅一股脑把特朗普之前说的全怼了回去，还明确表示不鸟特朗普的威胁，要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怂了半个月，不敢说半个硬字的印度，终于硬起了一把。这还多亏了特朗普，要不是他太得意忘形，把印度给欺负惨了，说不定印度还真就跪了。自从印巴冲突后，印度就老实多了。虽然之前表态要从实力的地位出发跟美国扳手腕，把美国人都气笑了，但谁也没当真。美国不仅没受影响，反而逼得更紧了。到了7月16日，谈判进度喜人，特朗普还特意炫耀美印可能很快达成贸易协议，外界普遍猜测印度可能要跪了。然而不到2天，特朗普就把事情搞砸了。在即兴演讲的时候，翻出了印巴冲突的旧账，奚落印度极其无能，被击落了4到5架战斗机。如果不是他用关税威胁让双方恢复了和平，不然印度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特朗普是吹高兴了，莫迪的脸却被打肿了。要知道莫迪一直宣传的都是印度大胜，并且迅速达成了战略目标，这才饶了巴基斯坦。结果特朗普一通演讲就把这2个年度最大的谎言戳了个对穿。更让莫迪心酸的是，他还不能反驳，因为特朗普就是个百无禁忌的主，如果把他惹急了，指不定又抖出什么惊天大瓜呢。但关税妥协的大门也就此关闭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印度如果还跪了，不仅坐实了在印巴冲突中的惨败，同时还不得不屈服在美国的淫威之下。以印度人那膨胀到受不了一点屈辱的自尊心，莫迪的总理也就到头了。于是谈判形势急转直下。到了7月26日，印度就有人放出风声，谈判进展一团糟，要达成协议几乎不可能。特朗普一看傻眼了，心里直骂娘，之前谈得好好的，你印度怎么出尔反尔，突然反悔了，耍我是吧？然后就开始了各种花式嘲讽。先是在7月29号威胁说，如果达不成协议，就要对印度加征 25% 的关税，并且吐槽印度的关税比其他国家收的都高。7月30号，特朗普又说，虽然印度是美国的朋友，但2国之间的贸易很少，因为印度的关税太高了，而且印度很不地道，一直在购买俄罗斯的武器装备，还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更离谱的是，他还说要跟巴基斯坦一起开采石油，然后高价卖给印度，摆明了不把印度的脸当脸，把印度人气得七窍生烟。更欺负人的是，即便在跟姐夫对喷的时候，特朗普也不忘挖苦印度说，我不在乎印度和俄罗斯做了什么，他们2个可以一起把各自已经奄奄一息的经济搞垮。这话非常毒，又给了莫迪一记响亮的耳光。除了营学，莫迪最拿得出手的就是莫迪经济学。在一通天花乱坠的操作后，印度 GDP 从世界第10窜升到了世界第4，可到了特朗普嘴里，竟然就成了死亡经济，这绝对是污蔑。可即便这样，莫迪还是咬牙切齿地忍了。除了老调重弹强调印度赢了，没敢说美国半个不是。可见，不仅特朗普知道，莫迪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印度是没什么实力的，印度人的实力都浪费在了欺负三嫂上。但凡有在大蜥蜴身上一半的实力，也不至于跟忍者神龟一样。然而，莫迪的忍没有换来特朗普的同情。8月4日，特朗普又发推攻击印度，说印度不仅买了大量俄罗斯石油，还进行倒卖，赚了很多钱。被这么一巴掌接着一巴掌的扇，莫迪瑜伽练得再好也忍不了了，再忍下去，强人人设就全崩了。这才发起了反击，不仅把美国喷得体无完肤，还顺带把欧洲一块骂了。印度说，我们买俄罗斯石油是因为其他石油都被欧洲人买走了，当时美国还积极鼓励来着，说能稳定国际能源局势，现在凭什么指责我？而且老美跟欧洲有一个算一个，都痴迷于跟俄罗斯做生意，你们买的东西比印度都多，凭什么不让印度买？你们这么做纯粹就是双标狗。特朗普，你再这样胡闹，印度不会再惯着你，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跟你硬刚到底。可以说，这一次印度没给特朗普留一点面子，就差指着美国的鼻子骂了。这会儿估计特朗普都被骂傻了，脑子都是嗡嗡的。关税大棒怎么在印度这失灵了？想靠威胁让印度滑跪的企图岂不是泡汤了？现在竟然被印度怼了，以后脸还往哪儿搁啊？不过以特朗普那比针眼还小的心胸，印度得小心了，就看特朗普赢学跟莫迪赢学究竟哪一个更厉害。你知道莫迪老先最怕什么蔬菜涨价吗？答案是洋葱。你知道什么蔬菜能动摇印度的政治选举吗？还是洋葱。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洋葱生产国和出口国之一，上至总统府的国宴，下至贫民窟破旧的餐桌，吃饭都必有洋葱，且在市场上具有不可替代性，堪称国民蔬菜。这一属性也决定了洋葱具备着一定的政治敏感性，价格上涨或暴跌都可能会引发一场政治危机。
比如1998年、2005年、2010年和2013年，印度都曾上演过洋葱危机。轻则民众上街游行，重则引发全国性抗议，就算是老牌政党也得流下苦涩眼泪。那么小小一颗洋葱是如何拥有影响印度政坛的巨大能量的？洋葱政治在印度威力又到底有多大？如果吃洋葱也能有排位，那么印度人就是当之无愧的最强王者。洋葱是印度料理的基石，几乎每道菜都离不开它。无论是洋葱炒蛋、咖喱饺等街头小吃，还是香汁莲子豆等正规餐厅中的常客，洋葱都始终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许大家曾经刷到过记录印度街头小吃制作过程的视频，视频中的摊主们每加工到最后，往往要在已经变成糊糊的食物中撒上致死量的玛莎拉以及洋葱丁，让人即便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股催人泪下的辛辣气息。可以说，在印度不吃洋葱，那基本等同于中文语境中的吃面不吃蒜，美国人认知中的吃薯条不配番茄酱。曾有印度人在网上发帖咨询，我想做咖喱鸡，但洋葱太贵了，能不能不用洋葱做这道菜呢？对此有人直接生气的回怼，洋葱对印度菜就好比空气之于人类，你可以不用空气呼吸吗？那么印度人为何偏偏对洋葱情有独钟？这可就有的说了。众所周知，印度是个典型的热带国家，每逢高温，全国上下烤得像火炕，人的食欲也难免会因此受影响。那如何对付高温带来的食欲不振？印度人选择了狂吃洋葱。据医学研究表明，洋葱中含葱蒜辣素和硒元素，能刺激胃酸分泌，增进食欲，改善胃肠功能。而对于绝大多数印度厨师而言，没有好洋葱，再好的香料都是白搭。在他们眼中，如果炒在前不先拿洋葱爆香，不管后续扔进去多少香料，炒出来的菜也会缺乏灵魂。此外，最重要的一点莫过于洋葱相对低廉的价格。作为最廉价的蔬菜之一，洋葱在供应正常的年份约1至10卢比每公斤，也是低收入群体的主要营养来源。如果在印度连洋葱都吃不起了，那就更别提其他的蔬菜了。对洋葱的独特感情，自然使得印度成为当仁不让的全球第一大洋葱生产国与消费国。数据显示，2024年印度的洋葱产量高达3140万吨，仅新德里每天就要消费至少400吨洋葱，全国每天则需要上万吨。印度人均年消费量达8公斤，普通家庭每月至少要消耗5公斤洋葱。同样都是国民美食，洋葱对于印度人的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泡菜至于韩国人，甚至吃洋葱吃多了都能吃出感情来，还推崇什么洋葱精神，认为洋葱甘当配角辅料，却又让人不离不弃。这种为了他人献身自己的精神，是最平凡也是最伟大的。洋葱不仅扮演着印度国民蔬菜的角色，还一度杀进政坛，成为左右政坛的重要筹码。洋葱对气候条件要求苛刻，既不能旱着，也不能喝太多雨水。尽管印度拥有良好的气温条件，却时常遭遇干旱、洪水等极端天气，因此洋葱产量很大程度上要看老天爷今年赏不赏脸。一旦产量遭遇重大打击，导致价格上涨，那首先要犯愁的可不是印度民众了。印度政府恐怕才是最慌张的那个。像西红柿和洋葱这样的国民蔬菜，如果印度政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价格，很容易在竞选中被反对党抓住当作软肋，发起政治攻击。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印度政坛就差点因为洋葱被搅翻天。当时印度遭遇了严重的季风异常，西南季风带来的降水量较正常年份显著减少，进而导致印度洋葱种植区严重缺水，并由此爆发了一轮洋葱危机。由于洋葱大规模欠收，再加上当时的洋葱储存条件落后，印度许多地方都没有供上电，冷藏设备更是凤毛麟角，这就进一步加剧了洋葱危机带来的影响。当时的洋葱价格一路水涨船高，从正常年份的约1卢比每公斤飙升至100至150卢比每公斤，涨幅高达100倍，直接导致许多普通家庭的洋葱消费量被迫减少 50%。尽管当时执政的印度人民党采取了部分措施，试图稳定农产品价格，但始终难见成效。而面对愈发严重的洋葱荒，许多印度民众上街游行，抗议吃不起洋葱，控诉政府的不作为，这让当时印度最大的在野党国大党看到了发起政治攻势的机会。在1979年年底的竞选活动中，国大党党魁英迪拉甚至不惜顶着洋葱气味的刺激，带着用洋葱串成的项链走上街头演讲，与民众一同控诉居高不下的洋葱价格。英迪拉的竞选团队一边向印度民众大规模分发洋葱以拉拢人心，一方面大力宣传国大党理解百姓疾苦的理念，并尖锐指出执政党的无能是造成洋葱价格上涨的罪魁祸首。当着万千民众的面，英迪拉将矛头直指执政党，连洋葱价格都控制不了的政府难道不应该下台吗？事实证明，英迪拉的洋葱路线是十分正确的。在洋葱价格迟迟得不到控制的情况下，英迪拉的这番表态让无数苦于高价洋葱的印度民众仿若看到了曙光。在他们的支持下，国大党在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领先，英迪拉也因此成功当上印度总理。而随着印度的洋葱价格逐渐稳定，并呈现出下降趋势，印度国民愤怒的情绪得到了缓解。英迪拉的胜利让印度人看到了洋葱蕴含的巨大能量，它不仅是无数印度家庭餐桌上的必需品，更是数以百万足以左右印度政坛的关键选票。
就这样，平时并不起眼的洋葱头在印度摇身一变成为了政治蔬菜。飞涨的洋葱价格不但加速引发食品通胀，甚至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2019年，印度再度遭遇极端干旱，多个洋葱主产区大幅减产，市场上洋葱供应锐减，价格瞬间飙升至每公斤100卢比以上，部分地区甚至一度突破了200卢比每公斤。节节攀升的洋葱价格引发了印度全国范围的不满和抗议。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1月，印度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至 5.54%， 创下了3年以来的新高。其中单是洋葱价格就贡献了整体通胀的 0.6个百分点。同年12月初，印度北方邦警接到一起报案，一位商人声称自己从印度马哈拉施特邦运往印度北方邦的一辆卡车失踪，上面装载着满满一车洋葱，价值约为200万卢比。尽管警察很快便找到了丢失的卡车，但为时已晚，车内已然空空如也，连洋葱的外壳都没给这位倒霉蛋商人剩下多少。在底层民众为洋葱涨价苦恼的同时，印度政府内部也不太平。莫迪老先一看洋葱价格越来越不对劲，立马也不淡定了。感情洋葱危机这种印度政坛避之不及的倒霉事件，也让自己给碰上了。早在莫迪出任总理之前的2010年跟2013年，印度就前后经历了2次洋葱危机。长期吃不到便宜洋葱的印度民众在民怨沸腾下，最终对国大党的执政能力失去了信任，最终酿成了国大党在2014年大选中的败局。而对于莫迪而言，最要命的是这次洋葱价格的剧烈波动还刚好赶在了印度大选前夕。在德里邦议会选举中，反对党已经开始以洋葱暴政批评执政党，想要再现2010年洋葱危机引发的政治压力。莫迪明白，要是这波处理不好，自己就可以收拾回家了。为了稳定洋葱价格，莫迪老先直接大手一挥，一颗洋葱都别想离开印度。2019年9月，印度政府宣布禁止所有洋葱出口，持续时间长达5个月。随着成车的洋葱从印度边境被拉了回来，洋葱危机也迅速扩散到了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周边国家，直接造成依赖进口的邻国市场，洋葱价格暴涨。此外，印度政府还主动放下了成见，与外交关系紧张的土耳其达成了进口协议，计划从该国进口 1.1 万吨洋葱。可即便如此，民间的怨言依旧不断。反对党趁机将洋葱价格问题与政府经济政策挂钩，试图让选民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最终，在莫迪老先的极限操作下，印度通过出口禁令、储备投放和价格管制组合拳，将洋葱零售价从危机峰值100至150卢比每公斤降至40至50卢比每公斤，短期内缓解了民生压力。之后，随着洋葱收成趋于平稳，印度的洋葱价格也逐渐回落到正常水平。尽管风波间歇，但印度依然要面临那个严峻的问题。当人均日收入仅有200卢比时，占饮食支出 8% 的洋葱仍是影响印度社会稳定的敏感指标。莫迪老先能在每次洋葱危机中都能化险为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何降低外界风向，让洋葱价格长期保持平稳，从而摆脱洋葱左右政坛现象，印度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综上所述，洋葱不仅是印度人餐桌上的主角，更成为了印度民生的温度计。它的价格涨跌直接折射出印度社会的经济状况，也直接关联政府支持率。就照印度政府面对洋葱价格上涨时如临大敌的态度来看，难怪有人戏称打败印度一颗洋葱就够了。提到印度的火车运输线路，很多人的脑海当中立即就会浮现出一副人满为患的景象。直到现在，印度的火车依然在向外出售挂票。于是印度为了能够尽快打造属于本国的高铁，不惜花费50亿卢比向中国订购火车车轮。可正当中国的工人们加班加点地为印度赶制车轮时，印度政府却突然变卦了。那么印度的高铁建设之路为何会走得如此坎坷呢？印度又为何会在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同时突然变卦呢？说到印度，一定会有人谈到印度糟糕的铁路运输情况。而事实上，这种让人直接挂在车厢外面的乘车方式不仅会受到外界的嘲笑，就连很多印度人自己都看不下去了。早在本世纪初期，就有印度官员提出过要停止售卖挂票的策略，因为印度的火车挂票是完全免费的，印度政府从中收不到任何1分钱的税，乘车的人还容易遭遇交通事故。这样既不安全又不体面，也无法产生税收的乘车行为，当然应该尽快废除。但考虑到印度的穷人数量非常多，很多印度社会底层的穷苦人也的确有着乘车的需求。在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竞选期间，莫迪本人就曾经大肆拉拢过底层的穷苦人群体，希望他们能够给自己投票。到了莫迪上台之后，他自然也没有理由对火车挂票的政策出手。所以印度糟糕的铁路运输情况就一直维持到了今天。印度曾经考虑过像中国一样在境内大建高铁，不得不说，印度人的这个想法还是较为美好的。只要让一部分人去坐高铁，然后将高铁运营的收益拿一部分出来补贴普通火车的运输业务，不久之后就可以把普通火车的座位价格打下来，底层的穷苦人也就能坐得上火车了。
可是现实却狠狠地给印度政府上了一课。印度虽然也是制造业大国，但印度至今依然维持着规模庞大的低端制造业。印度工人生产出来的大多都是一些基础工业品，稍微让他们做一些高技术含量的产品，这些印度的工厂就无法完成任务。所以印度每年还是必须向外国进口涉及到国防军工、科技研究等领域的高精尖产品，因为印度国内的工厂实在是做不出来。即便印度政府投入再多的资金和力气，印度的工厂和研发部门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目标。思来想去之下，印度只得将建设高铁的任务分批外包了出去。只要在产品建好之后，印度政府为产品打上一个本国生产的标签，就足以欺骗普通的民众了。至于国外舆论怎么议论印度政府的各种行为，印度的官员们倒是不在乎的，反正只要到手的产品好用、堪用就行。于是，印度从德国进口了高铁车厢，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进口了高铁的零部件，最终他们也将目光投向了中国，并准备花费50亿卢比，请中国帮印度代工制作一批高铁使用的火车车轮。早在几年之前，印度就开始筹划向中国进口货车车轮产品的计划了。为此，印度的铁道部更是一口气与中国拟定了一份价值50亿卢比的合同。可正当中国的工人在加班加点的为印度生产火车车轮时，印度却突然告诉中国的合作方，他们并不想在合同上签字，因为有人出的价格比中国厂家更加便宜。这个与中国竞争的对手就是乌克兰。由于乌克兰承接了苏联时期的大多数重工业设备和工厂，其生产出的火车车轮与印度的铁轨也较为匹配，所以综合了多方面的因素考虑之后，印度最终决定将这笔订单交给乌克兰去做。结果几个月之后，印度就直接傻眼了，因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居然爆发了战争。战争到来之后，乌克兰的所有大型工厂都开始被迫生产军火产品，印度的高铁火车车轮根本无法按时交货，而且乌克兰也不愿意向印度退还先前支付的一大笔定金。就这样，印度人因为自己的贪婪让钱打了水漂，但乌克兰干不了的事情总得有人干。在对比了一圈国际市场的价格之后，印度只能再次厚着脸皮上门求中国。这一次，印度还生怕中国的厂家不愿意接单，直接将先前的订单价格提高了1倍。中国的厂家恐怕怎么也不会想到，当印度人拿着订单在外面转悠了一圈之后，自己居然能够凭空多挣10亿卢比。不过，印度人一向以精于算计闻名于世，他们之所以愿意在中国厂家的面前低下头主动提高订单的价格，是因为他们在对比了日本、欧盟等国同类产品的制造价格之后，发现还是中国制造的产品最为物美价廉。据悉，这批订单的车轮产品总数为 3.9 万个，中国企业给出的报价也只比乌克兰的承造商高了 1.68%， 而日本和欧盟报出的价格则令印度人大跌眼镜。而且欧盟制造厂商报出的价格更是直接超过了印度政府对高铁线路的全部投资预算。这还仅仅只是车轮的造价，如果要把整条高铁线路都修完，印度恐怕还得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所以印度人其实并没有变，他们在与任何国家做生意的时候，都会事先将收益和成本算得清清楚楚，而后选择性价比最高的一家进行投标。不过，有了中国企业制造了火车车轮之后，印度的高铁依然令人担忧不已。这不仅仅只是因为印度高铁的质量参差不齐，也是因为印度的铁路建设是一项牵涉到各个地方政府的庞大工程，而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的局面也给印度的中央政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印度政府今天在铁路建设方面遇到的种种难题，其实在印度独立时就已经种下了祸根，这导致印度的行政效率极其低下，各地政府更是没有将修建高铁的计划放在眼里。在印度独立时，英属印度时期的大量大地主没有及时受到清算，这些人在印度独立之后依然保留了大量属于自己的私人土地，这就给印度政府的建设工程造成了巨大的麻烦。如果印度政府想要在某地建设高铁，首先就要花大价钱从大地主的手中批量购进土地，而精于算计的大地主们也往往会坐地起价，开出一个令印度中央政府根本承受不起的价格。久而久之，相关的高铁建设计划也就被搁置了。就算印度政府已经造好了高铁机车，但铁路没修好，高铁就无法运行。所以当前印度的很多地方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局面，明明中央政府的手中已经握有大量制成的高铁机车，但就是无法建设可以运行这些机车的高铁线路，当地的老百姓也只能够继续选择危险的普通火车出行。另一方面，印度各个土邦之间的政治斗争也始终没有停止，当一条高铁线路要从一个邦接入另一个邦时，往往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有时就连印度中央政府也无法调节两个邦之间的矛盾。由于印度在历史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国家，
直到英国殖民者到来，印度各地的土邦王公们才被强行整合在了一起。这些英国殖民时代留下的土邦王公，大多也成为了现代印度的政治精英。这些人习惯了相互勾心斗角的模式，只为了给自己争取一点权利。至于国家长远的建设计划，则根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如今的印度不仅在高铁建设项目上表现得无比混乱，在各个涉及民生建设的领域，印度的表现都令人忍俊不禁。也许在外界的不少人看来，这只不过是一些茶余饭后的谈资和笑料，但它的背后却是无数印度民众真实的痛苦生活。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国的古人们就用实际行动为后世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样本。任何庞大的经济建设项目都必须要有稳定的政治基础作为支撑，否则其中存在的巨大变数最终一定会导致工程无法顺利进行。而一旦工程陷入瘫痪的境地，受影响的将不仅仅是参与工程的各个建设方以及主导工程的政府，更重要的是国家的发展计划和人民的幸福生活将会因此被搁置。印度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局面，不仅仅是印度政府在全世界面前展现出的一场喜剧，同时也是印度这个国家的灾难。高铁建设只不过是印度国家治理闹剧的一个缩影，其背后呈现出的是整个印度的混乱无序。也许在经历了无数的混乱和波折之后，印度人民终究能够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但在那之前，他们必须为当下所发生的一切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